好，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当下，基本上美中之间他们要打科技战的时候，我们也要看看这个台积电，它下到美国去要如何跟在台湾这边，反正就是如何在社会在科技业里面持续维持龙头。讲到了美中现在大家就要问了，布林肯要真的这一次真的。要问3次，真的要去中国访问了吗？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大家就在讲了，说看到他们的副国务卿呢也到了中方去，那现在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就在近期访中？消息人士也讲了，应该就是在未来几个星期里头，甚至还说是要见习近平哦。那路透社就说啦，如果真的能去的话，那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拜登讲的，双方真的可以解冻了。那当然就必须问两造双方。好，国务院这边很难得他直接说无相关宣布，这次比较低调了。好，中方这边当然就是没有回应。不过呢，白宫的印太协调官坎贝尔很直接的讲了，说现在对话正是时候，而且非常重要，因为他看到了共军在美军附近活动增加，那就担心会有误判。科比也同样讲啦，说未来访问的这个可能性是有谈到的，那不久的将来，现在有可能就会发生，因为一切都在计划当中。好 ，CNN 直接讲说，其实不是只有白宫这边讲，包括他们的三军联席会议主席密利，也就是军事头子也直接说了，期待有机会可以跟中方的同行来交谈。最主要原因就是确实嘛，就从去年10月之后，好像就没有机会跟中方军方的人员能够对话。那现在呢，他就希望国务院已经有人过去了 ，CIA 我们之前讲嘛，局长也过去了，军方现在就剩军方了。希望在危急的时候，我们有个管道能够缓和紧张的局势，还有气氛。而现在呢，大家也在说，双方真的都准备好了吗？拜登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在推进，为的就是能够跟习近平方面有更多的对话。其实现在大家必须要看到的是，在中方跟美方上一次军方的交手，一定就是香格里拉会谈，因为那个时候李尚福很直接的回绝了对方，所以让 BBC 认为这个就是释放全方位的强硬讯号。那在这一回机舰海陆双方海跟空双方都有所这个拦截事件或是举措发生的时候呢，白宫方面讲的都是共军咄咄逼人，北京方面讲的都是你自己先挑衅。好，包括汪文斌也直接说啦，你们是自己在我们军演的时候过来，这个才是赤裸裸的军事挑衅。科比的讲法就是你要我们停止印太行动是不可能的。怎么样来看这一局？好，这个人讲话，这是法国的前驻美国大使，他是用外交的观点来看，他说是这样，外交上面讲求对等嘛，讲求互相嘛。那当你美国对中方很强硬的时候，但是呢却说，你怎么对我这么强硬啊？你到底期望人家怎么样回应？原话告诉你了，你制裁我的防长，你征收我的关税，你对我做科技禁令，你们对中国这么强硬啊，你们却感觉到这么惊讶，到底期望的是什么呢？华春莹更直接，他说了，真的要厘清问题，是不是？发出一个灵魂反问，什么意思？就是他看这个地图看出来，他说：“你看看他们家跟我们家离多少？8300 miles。那现在呢？你怎么样来说？为什么你要离我们那么远？但是带枪来我们家里头，然后还反咬我们一口？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你觉得你们会怎么样呢？”这个反问的方式，大家就开始有更多的感受，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多人在讨论了。其实呢，现在在整个东北亚的部分，日本可能是最跳脚的哈，原因是因为我们昨天讲了嘛，他们又看到了说中国海军052驱逐舰竟然呢就直接穿过他们的宫古海峡，然后又看到了他们跟俄方的军机呢直接进到他们的防空识别区，所以赶紧包括日本、韩国军机都一起升空。那你会问他们又在干嘛？演练啦，又在演练了啦。那现在呢，对于解放军来说，他们其实是真的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军事演练，跟近年来他们军事装备的提升大大有关系。因为南部战区现在发现，已经开始有个旅都已经全面换装歼20A 了。好说呢，已经正式的到前线去。然后呢，现在如果真的全部换装的话，数量有可能是达到320架哦。这是表示他们整个隐形战队是已经成型了。另一件事情则是发现了歼20现在还出现了僚机，而且呢，这个僚机
无人机，叫做飞鸿97，是攻击无人机。特别的是什么？它可以套娃，什么意思？就像俄罗斯娃娃啦，说从它的肌肤里面可以再放出自杀无人机啊。那如果说这是它的僚机，大家一起飞的话，其实它的战力等于是 double 的。你必须要这样子来看，这样子来思考。那整个东北亚以及整个南海这边的局势，很多人说，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重新评估？美中如果终须一战，或者不是需要一战，这当中的差别就很大了。来请教赖老师，要不战争，重点是要对话。好像说布林肯应该会在近期访中。布林肯自己说不去中国大陆访问，中国说我也没有邀请你来，这是气球事件之后。那现在布林肯一天到晚说我要去中国大陆访问，中国说我也没有邀请你，啊，然后一堆人每天都在说我们要去大陆访问。不管是布林肯、雷蒙多，或是凯利啊，或者是这个戴奇啊，然后呢苏利文或者是拜登，都说我要去中国大陆访问。那问题就在于没有人邀请你来啊，美国人在急什么？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你美国为什么这么急？其实为什么这么急？我们严肃的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已经准备跟美国直接撞击，但是美国没有准备好。美国不知道这个撞击会到多惨烈的程度，因为你要美国说你不要到我家门口来，美国人说我做不到，那你到我们家门口来，那就准备撞击。那美国人说我没有准备好要跟你撞击，但是我又不能够不去你家，因为我不去你家，我在全世界我就好像我示弱了。然后呢，我对于我的国内人家都知道说我美国人没有勇气，所以我一定要去。那你一定要来，我就准备跟你打，我就准备跟你撞，我就准备开始跟你越来越严厉的挑战。那对美国人来讲，他也很害怕发生这些事。可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你不去不是就没事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美国这个脸拉不下来了，他不能不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去的话，日本人一看，原来你美国人外强中干。韩国人一看，哎呦，那我当初跟你一起跟那个摇旗子呐喊的，我不对。那小马可斯一看说，哎呦，那我4个基地租给你，借给你，结果呢，我今天换来的一身腥。本来我跟大陆已经很友好了，1月份访问的时候那么的成功，有这么多的合作计划，现在搞得一塌糊涂。那台独的一看说，哇，那原来我叫我怎么在欺骗台湾的老百姓？台湾老百姓说，你看我60%以上老百姓说，你看我头脑很清楚，我就知道美国根本不敢。那现在请问一下，美国该怎么办？退还是不退？可是他不能退，可是他如果不退，那就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升高。那解放军的态度很简单，到我家门口来，我拿剑把你赶走，拿尚方宝剑把你赶走，这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对美国来说，坦白说，他是越来越焦虑。好，苏利文就是说，我们这样好了，我们来谈谈，不设前提。那大陆就是说开玩笑，你说不设前提就不设前提，台湾就是前提。第一个纽扣先扣好，第一个纽扣没扣好，什么都不用谈。那现在的情况就在于，你台湾要不要成为前提？那如果台湾要成为前提，罗森伯格来台湾就合理了。罗森伯格来台湾，我要听听看你们各个党派的意见怎么样，你们候选人的意见怎么样，然后是不是你本身在玩说，这个台湾牌我可以怎么打？如果不设前提，我要怎么打？设前提我要怎么打？那我应该要支持哪一个人？哪一个人的意向是怎么样？就直接公然的就干涉了台湾的内部的事务。这个干涉台湾的内部的选举，哇，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大。好，整个我们看到美国把自己僵住了，僵在那个地方。僵在那个地方以后，中国大陆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叫，你怎么说，你怎么喊，然后我没有说不让你来，我也没有说让你来，那但是就无可奉告。为什么？因为要看你美国到底做哪一些好事。也就是说，现在不在于是你美国人讲什么话，而是你美国做什么事，因为没有复兴机制了。你美国言而无信的情形下，让整个中国大陆的民众也好，或是政府也好，其实对美国人不再信任，美国人该怎么办？只能够在行为中做得让人家信任嘛。
是，其实现在在美中之间，大家讲了，当然美国觉得它是印太战略，中方说，你不要来插手亚洲事务。但现在在军力、在安全防务上面，而我们必须要在意的是，海上我们必须知道，虽然说美方这边还是技术先进一点点啦，但是呢，中方的船只像下饺子一样。再要带你们看到这个是央视的画面了。好，这是我们刚刚讲到了歼20现在是有僚机了，也就是所谓的飞鸿97攻击无人机。这攻击无人机呢，我们刚好告诉您说，它其实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你看看，就从它的机腹这边会出现另一个自杀无人机飞鸿901。好，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它的战力，其实你不能只是看到它这台飞机而已，它其实可能代表了它里头有更多的可能性，甚至搭配歼20的时候有更多的战略使用可能。请教一下将军，怎么样来看？好，原因就是当现在发现了南海的南这一块，基本上在作战方面，海空好像中方的军力都跟以前不同。对，这个歼20的这个中程僚机这飞鸿97与其说它是自杀无人机，不如说它是牺牲无人机。就是将来它放出来的时候，将来这个空对空飞弹也好，或者是地对空飞弹也好，你打的时候打到中程僚机 F-22，这个歼20毫发无伤，你打的是中程僚机，中程僚机为它这个保护它这个歼20。他牺牲了，结果你说命中了这个歼20，结果不是，你打仗的就是中程僚机。那现在的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 F-22，美国的 F-35都是逆中战机，它现在还没有中程僚机，还没有研发完成。它后面是拖翼式靶机，它放出来500公尺，1500英尺，一个拖翼拖在后面，拖个尾巴，然后这个距离就是500公尺了，1500英尺。你打的时候，将来的时候飞弹，空对空飞弹或地对空飞弹一起打歼20之后，一打到命中这个拖翼式的靶机，打到了。但是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在抗干扰，因为它是固定距离，500公尺固定距离，500公尺固定距离的话，那个飞弹有时候它不容易被欺骗哦，这个是假的目标哦，对，是要对前面那一个目标哦，那前面的话，因为它会判断这个距离为什么一直没有变动，固定的，那中程僚机会变动，它在后面的飞鸿97跟着它一起跑，很活跃，这个东西在动，跑来跑去去打这个飞鸿97被骗了。那这样子的话，飞鸿97被打掉，但是歼20安全。那现在的时候 F-22跟 F-35，它有这个拖翼式的靶机，拖翼式的我们的拖翼式的拖靶在后面，打到是靶，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不会被欺骗，会打到 F-22或打到 F-35。所以看这个欺敌跟抗干扰的能力，飞鸿97的效果会比拖翼式固定的这种靶机的效果好。你拖翼式标靶很容易，人家看干扰，就说这是假货，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俄罗斯跟中共现在也在日本海，对不对？这个中共派了2架的这个轰6轰炸机，都从东海飞到黄海，通过对马海峡之后进入日本海，跟这个俄罗斯的 Tu-95雄狮轰炸机会合。当然，他对方也派了2架这个苏凯战机，中共也派了歼击机来这么护航。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现在就是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战争，大家都这样子，他需要中共来挺他，需要中共挺他。好，那现在中共我挺你，我跟你联合这个战略巡航是这样。所以你看他这个从东海、黄海到对马海峡到日本海，包含韩国、包含日本都有紧急起飞飞机去拦截都状况，因为经过日本跟韩国的防空识别区了嘛。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的军事上的互动将来会越来越密切。这个是今年的第6次巡航啦，所以他们这个变成常态性了，变成一种常态化的这种联合演习了，会造成包含韩国、包含日本，也包含美国在这方面的紧张。那请教彬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法国前驻美国大使他直接问美国你对人家这么强硬，你却说人家太强硬你到底是想要怎样？法国其实我觉得他讲的就是一个很基本的逻辑问题嘛。你们对中国大陆进行了这么多的制裁，然后这个也不准，那个也不行，然后一直告诉全世界中国大陆有征服世界野心，它非常邪恶，然后结果人家开始跟你针锋相对的时候，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只有我才可以这样做，那不是很怪吗？那法国最近他这个虽然是前官员前驻美的官员，可是问题是，你看法国最近态度其实是越来越跟美国走比较远。包括北约东扩这个事情，法国这边听说都传出来马克龙反对，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法国大概也是觉得说美国在这一阵子做得太过头了，他认为欧洲不应该要跟美国走同样的一条路。那可是对美国来讲，我觉得刚刚赖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美国这时候不能退，他怎么退？因为拜登还要竞选连任
这个时候如果一旦退的话，那不就是被所有人看破手脚？以后他在讲什么，大概就没人听他了。所以美国不管怎么样都要僵持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现在明知道中国大陆不会跟他们见面，所以他只好用一招什么招？叫放消息。他们每隔一阵子就会突然之间放个消息出来说：“我们又快要见面喽。”那可是什么时候不知道，然后什么时候不确定，反正全部就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确定。你看这一次这个说。这个新闻又从哪里来？彭博社，然后彭博社引述的是一个不具名的官员，然后他这个官员说时间也不确定，什么都不确定，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就已经准备几个礼拜之后可能就要开始重新计划。所以你说这种新闻到底是干嘛？在我看来这就骗人，只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还是要见面而已，就是这样子。好，其实我们现在就要看看美国它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头它的势力如何。好，原因是因为中东他们说怎么能让它真空，我们不能让它真空。所以呢，苏利文之后，布林肯也开始访问沙烏地阿拉伯了。好，现在布林肯宣布，他们还要在这个地方设一个高级外交职位，要干嘛？要促进中东一体化。我们其实很在意你们啊，大家就开始看啦。你到底要拿什么来迎接布林肯？布林肯，你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好，原因是最近其实沙烏地阿拉伯这里开始的中东和解，这一连串动作很多啦，包括什么？包括伊朗驻沙的大使呢，现在在关闭7年之后，也就在这2天正式重新开放，刚好就是给布林肯看，你们不是跟伊朗没那么好吗？我告诉你，我们又再一次跟你的敌人握手了。但是呢，双方之间就开始在问，是不是真的沙国现在已经完全的就是脱离美国了，还是其实基本上他们就是用从自己国家利益来说话？好，我们都知道啦，其实呢，现在布林肯去访沙烏地阿拉伯要谈什么？路透社就讲啦，说苏利文其实5月才去你6月就来，6月7号当然你会出席一个中东安全一体化的一个波湾合作理事会议，但是这一次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副驻青很直接讲，就是我们要告诉你，我们还是中东的重要参与者，我们不会真空，让竞争者趁机填补。好，可是你要促进你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你要维持你原本的话语权，人家真的会理你吗？因为你看看人家的电视台是怎么样来泼你冷水的。好，现在呢，半岛电视台直接出了一个标题，叫做"再见美国，你好中国"，因为他们说他们发现当地有近80%的人认为美国其实就是中东最大的一个乱源，而他们跟美国脱钩不仅是可能，甚至还是必然。那伊朗呢，更不用说，美国最近气炸了，因为呢他们发现什么？你们竟然有第一枚的高超音速飞弹，美国现在还在努力啊，现在竟然你们已经有了，好，现在决定要先制裁中方还有伊朗的个人以及企业，原因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这当中呢，中方也有人出力。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财政部直接宣布了制裁名单啊，这里头呢，我们也必须要问，除了中东之外呢，还有什么？塞尔维亚现在呢也开始是不是态度上面有所转变？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器旗现在传出说是不是要支持向西转向乌克兰运送弹药？他原本不是跟俄罗斯跟中方这边比较好吗？他的讲法是，我们有什么选择呢？我们不生产了，不销售了吗？其实他现在基本上啦，也是一样，从他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出发。乌克兰最新，大家则是在问最新的战况，就是乌克兰的大坝竟然是被毁了。好，带你来看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是最近俄乌双方互控凶手各说各话，因为呢他们的水坝就直接被炸。那安理会当然赶紧开会，中方就说大家要克制一下。这个水坝呢，基本上它是一个水电站的大坝，全球库容第2大，蓄容量呢大概是有1000多亿立方公尺，所以呢被炸毁之后，现在最紧张的就是什么？就是马上5个小时，下游的人口稠密的地方已经赶紧都发了洪水警报了。那这其实就是关乎于大家的安全问题。好，俄罗斯说你们自己做的，泽伦斯基则讲了这个大规模的毁坏，怎么可能？一定就是俄方做的。白宫方面说还没办法确定是谁做的，而先前的北溪管线呢，华邮这边则是直接讲了，说其实是美方早就已经取得乌克兰要攻击的情报。好，那到底是谁出手的？美方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这一回又是谁？回过头来请教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布林肯来到沙烏地阿拉伯？布林肯到沙烏地阿拉伯，他有3个任务啊。第一个就是要把石油的定价权把它确定起来，也就是说石油不能再涨价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刚好跟沙特阿拉伯他们的立场是相违背的。所以你看布林肯来的目的，然后要维持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领导地位，然后要强化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关系，这3个目标我估计全部不能达成。第一个就是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的彼此之间的过去依赖关系已经改变了。过去沙特阿拉伯依赖美国，依赖2项：第一个，美国是最大的石油买家；对，第二个，美国提供安全的需求，也就是对沙特阿拉伯，他不管面对伊朗或是什么，那他的整个武器弹药，特别是这种战略型的武器，美国提供。这样的情形下，使这个第5舰队可以进入中东这个地区，然后沙特阿拉伯它依赖美国，现在的整个局势改变了，美国变成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的竞争国，而中国是最大的买家。第二个，中国可以提供完整的所有的各种战略型的武器给沙特阿拉伯。在这个情形下，那沙特阿拉伯不需要再依赖美国，而中国大陆不会提出任何要求，一定是平等互惠，而美国却会提出各种要求，逼迫、压迫沙特阿拉伯等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那你想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现在美国要把油价往下降，沙特阿拉伯他们就在你布林肯来的时候 ，OPEC Plus 宣布减产，油价往上飙了。第一个就打脸你布林肯，第二个，你既然布林肯来，同时伊朗宣布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大使馆，就是同一天，派大使过来了，也打脸你布林肯。第二个脸，第三个呢，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同一天邀请了美国的政敌，尤其是世敌，就是马杜罗，委内瑞拉的总统到沙特阿拉伯来访问，一个是总统的规格，一个是这个国务卿的规格，所以国务卿的规格在一个海边的城市见面，那这样的情形，第三个打脸，也宣布孔子学院在中国大陆，在沙特阿拉伯建立起来，美国把孔子学院撤掉，沙特阿拉伯说对不起，我们要孔子学院，所以整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的一个做法，全部都在打脸你这个布林肯，那你布林肯还是要赔笑脸去，这个才是有趣了。也就是说，我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我已经把你的脸打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是要赔笑脸来？你觉得他的3个目标能达成吗？更何况是整个方向转变了，也就是当伊朗跟沙特阿拉伯建立了联合海军的时候，是要把美国的第5舰队赶出去的。美国第5舰队如果还死皮赖脸的要窝在海湾这个地方的话，那它将会成为他们不受欢迎的一个舰队。可是，一旦是如此的时候，那你想想看，沙特阿拉伯跟伊朗难道不会联手要求以色列妥善处理跟巴勒斯坦的问题？以色列反而又变成他们的联合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敌人了，整个局势转变了。所以我估计美国布林肯的任务完全没办法达成。好，美国方面讲了，他们不会让中东真空。好，但是刚刚听完赖老师说之后，您的感受呢？等等，我们先进广告，回来我们要继续听更多评论。好，我们刚刚讲到哈，这一回沙特阿拉伯跟伊朗这边，开始好起来，还是在布林肯来的时候，建立这个大使馆。但是呢，其实让美国最在意的，我想可能是这个吧，来将军，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有高超音速飞弹了，怎么可以超车我们？对，那这样的话，这个高超音速飞弹出来，如果能够在中东的话，首当其冲的是以色列。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沙特阿拉伯它是逊尼派，然后伊朗是什叶派，他们2个是宗教相同，但是派别不一样。但是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之间是历史的仇恨，6次中东战争，你看到没有？阿拉伯国家都已经这边吃了以色列的亏，那现在他们慢慢已经整合出来了。历史的仇恨对上这个同样的回教世界穆斯林，但是一个是逊尼派，一个是什叶派，他2个整合了，包含伊朗、包含沙特阿拉伯2个这个大头的已经复交完毕之后，彼此开放大使馆。紧张的是谁？紧张的当然就以色列。然后现在伊朗又研发成功高超音速飞弹了，15倍的，这是几乎拿不到的，15倍太快了。它1秒钟的话，大概就是你15倍的话，1秒钟大概可以跑就大概60公里啊，变得非常快啊。我们知道这个音速是每秒钟跑340公尺，你乘以15看看，
那是不得了的这个速度。那你将来怎么办？如果是以色列，不要讲是不要铁穹啊，爱国者飞弹都拦不到，你15倍音速太快了，它可能这个爱国者飞弹最快就4.2倍音速，你除非是改良加速，那你到5倍音速，你要去拦截是15倍音速。那是变成慢速拦截快速，那困难度是非常的高，而且雷达锁定会成问题。那现在这个伊朗，尤其是跟沙烏地阿拉伯两个合在一起之后，那剑指的最大的压力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后面最大的老板是美国，所以美国不得不做传授外交，然后看看你两个之间能不能不要那么快速的整合，能不能也会有一些矛盾。刚才赖元教授也有讲。是不是有那个产生一些矛盾，让他们不要那么快速的整合？因为快速整合，那以色列马上要去找新的国土啊，因为他的国家已经不安全了，面对的全部就是强敌环视，而且强敌整合完毕。我们现在另外看一个看到欧洲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我们知道是从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是它的国土面积是7万多平方公里，但是不要忘了，它夹在里面，它的周围全部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它不是。那他现在敢不敢？大家都北大西洋工业都挺乌克兰，他敢不敢挺？他现在没有办法，寄人篱下，四周围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塞尔维亚现在，而且他国民所得只有9500，是欧洲几乎最低的，又穷，人口又少，而且全国人口只有这个我们讲到690万，不到700万。你说塞尔维亚能够怎么样？在这个那么多大国环视，然后又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所以塞尔维亚不得不他不能咱们挺俄罗斯了，只好暗地里可能偶尔帮一下乌克兰。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要请彬哥帮我们做总结。好，最后我们请彬哥帮我们总结。我个人是觉得，美国虽然看到中东的局势，他派了布林肯啊这些不断的苏利文啊一直去，可是我觉得光去是没有用，因为之前的问题其实美国都没有做一个明确的解决的话，他不可能争取回沙烏地阿拉伯的信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除非美国有办法去把过去的一些做法把它改正，不然的话，我认为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要和解是很困难的。所以相反过来说，美国大概会用的就是破坏的招数。美国最擅长的就是这个，他不太会和解，他很会破坏。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尽量去破坏，让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好不起来。因为美国虽然嘴巴上美国讲的跟真的一样，他说他希望中东能够维持和平，能够统一，对，能够变成一体化。怎么可能？美国过去这几十年固定在中东不断进行，就是让他没有办法一体化。因为如果一旦一体化，第一个不同意的是谁？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怎么会希望中东一体化？一体化以色列不就完蛋了吗？所以这根本就是骗人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相信美国的说法。但是呢，现在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转变，就是照理来说，美国应该是很挺乌克兰，可是现在居然从美国的这边传出来说，他们好几个月以前就知道乌克兰有要对北溪动手。然后呢，这一次大坝被炸了，他又说：“我不确定到底是谁炸。”对，这个非常奇怪。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空军中将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呢大家都在问侯友宜，把话说清楚。侯友宜现在呢也开始要拉出一些自己的步调了哈。今天难得看到他左右开弓，为什么？因为呢他左批赖清德，右批柯文哲，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能源问题。好，现在呢侯友宜他就在问了，说你的能源政策到底是什么？你必须要讲清楚。那当赖清德问他说，那不是嘛？你当时这个核一水保卡关就卡在你新北市，一卡就是10年，你才是罪魁祸首的时候，侯友宜马上呛说，你赖清德自己还是万里人嘞，新北市人嘞，你有关心过核废料问题吗？他强调了，他说那个时候呢，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干式储存槽他一直没有通过啊？原因是因为他很在意安全问题，很在意水土保持问题，所以他才压在那边没有通过。他反问赖清德，你当过行政院长，你现在还副总统，你真的有关心过你家乡的核废料处理问题吗？又批柯文哲啊，柯文哲的讲法是这样啦，柯文哲说，民进党你本来就不能
抱着你的反核神主牌，然后不顾缺电嘛？那侯友宜，你自己核废料这件事情，你也是要面对啊，不然出来江湖混的，最后都是要还。他很酸哦，侯友宜酸说什么？不是嘛？我理解你不懂啦，因为你们台北市没有核电厂嘛，所以你不知道我在意的是什么。强调他并不反核电，只是中央没有处理的态度。现在如果没人做的话，他觉得让他当总统，他来处理。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柯文哲，不要忘了，先前你也曾经来参加反核反贪腐大游行，你当时也是反核游行领头领队啊，出来混，是不是真的就是要还呢？为什么能源问题大家这么在意？因为工商界大家真的很在意。好，不只是外商，我们自己的台积电，昨天开股东会的时候就只被问到了能源问题。刘德英是怎么说的？刘德英他说了，台湾绿电发展就是太慢了嘛。好，现在是怎么样？是2030碳中和，这个是苹果要求的。那我们现在要做人家的生意，我们要达到人家的要求，但我们真的做得到吗？政府有协助我们这一块吗？经济部马上跳出来说啦，当然就是要赶紧啊，来简约这一些能源设置啊，来完善法治环境啊等等问题，赶紧来推动啊。然后你就看到了，现在传出在屏东这边呢，说有好多的农地租户都收到了光电调查公文，瞄准的是什么？是芒果产地，让很多农民朋友说，今年才好不容易收成，卖得比较好一点点，现在这一些果园马上就要变成光电厂了，大家要问这个光电绿能跟所谓我们自己的农地是不是不应该再抢地呀？现在老农很多人是气到哭出来哦，更不用说在台南七股这一边，先前呢，在很多的渔民啊，养殖渔民现在都已经没东西可以养了，原因是因为通通都变成了光电厂。而当时这个传出涉弊的小英之友会的股盛会下也传出说，他其实他的公司在这边设所谓的绿电光电厂，其实还创造了股权翻倍的奇迹耶！能源这件事情，台湾非常重要。对于台积电来说，现在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你在国际间，整个公司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体制、信誉等等问题。好，原因是因为现在被发现了，这个是财新杂志，很知名的杂志传出啦，说台积电一个工程师在美国的人力资源网站上头留言，强调自己呢在办公室睡了1个月，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周末还要轮班，这个工作跟生活如何能够平衡呢？好，现在呢，他们就讲直接给台积电1颗星，管理风格到美国去，好像行不通曾经呢，还有这个在凤凰城技术当技术经理的人，在职场评论网上面就直接写到说，台积电可能觉得，在你们自己的国家，你们自己的台湾，好，也许呢，你的薪资很高，所以没怎么考虑过员工，但是他们忘了，在美国好公司很多的。这句话其实也很酸。这些评论，刘德英现在只有一句话回应，就是台积电只有一种企业文化，不愿意值班就不要来。话讲得很直白，但是现在这一些事情真的能够让美国人或者是美国社会能够接受吗？回过头来也要问了，国际社会大家现在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台海之间，很多人讲会不会出现战事。好，现在呢，沈富雄就帮侯友宜出招了。他说其实侯友宜只要一招就会让两岸无战事。他说啦，你记得吗？前几天有没有看到大陆的船舰跟美国、加拿大的船舰不是在台湾海峡这边交汇的时候，然后呢出现了一些这个双方的拦截啊等等，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吗？这个时候台湾怎么可以不讲话？台湾不能当哑巴，我们必须要发出我们的声音。所以对侯友宜来说是个好机会，因为蔡政府不敢说话嘛，你就要提出3不：台湾不独，台海不战，台积不毁，然后欧美各大报就会登出来说明你的立场。现在确实啦，基建中国跟美中双方的这个对峙的问题蛮多的。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一个粉专空军这边的粉专呢，也发现了说。这个空军迷他们的粉专呢，发现说他们从这个一般的区里广播频道里头听到共军准备接近领空，然后呢开始做逼近实弹射击演练，包括了一开始先广播，然后他如果再靠近的话，你会在他前面呢来做实弹射击，然后把它完全驱离等等等，是一个非常
直接，而且疑似就是针对美军这样子的一个演练，那是不是表示，如果真的双方甚至还有实施放油等等的情势，所以真的如果是双方有短兵相接的情况的话，很担心会有所交错，或者是会有误解，而这个误解大家担心的就是造成误判。现在其实两边的情势大家都很紧张啊，美军这边尤其好，因为美军的高层就直接讲啦，说如果说美中战争不是无可避免的，那重点就是必须要对话。可是呢，近60%的中国民众现在发现，其实对美国是反感的，甚至呢，他们好像不太想跟美国对话。原因是因为他们讲了，觉得美国一直在挑剔中国，让人感觉都一直在欺负中国。反正呢，所有的坏事都是美国挑起的，但是却一直都把它塞到中国的嘴巴里面，所以让他们不喜欢美国。有没有对话？他们也觉得，美国人就是都欺负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能对话吗？这个社会氛围又应该是怎么样呢？回过头来请教彬哥，怎么样来看侯友宜现在难得在能源议题上面左右开弓？我想侯友宜本来就应该要去面对这些事情，因为这也是过去大家对他的立场比较质疑的部分。那其实有趣的是，大家如果去看的话，这一次不管赖清德也好，柯文哲也好，甚至侯友宜也好，其实之前有的是直接表明他就是反核，有的是态度看起来很暧昧，好像3个候选人其实都是反核。那现在侯友宜就是为了表明说我其实没反核，那过去他只是因为他是新北市长的种种身份限制，他不方便表态，那这是他做出来的一种表态。那我是觉得柯文哲在这个时候要去酸那个侯友宜恐怕也很无力，为什么？因为柯文哲大家都知道，他一开始是跟民进党结合的，然后当时他也是反核的，只是后来他的立场开始有松动改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柯文哲恐怕是很难回答。那至于赖清德，其实说真的啦，除了赖清德真的出生在万里之外，有谁认为赖清德是万里人？有人这样认为吗？他不是一直讲了，你看他每一次讲的方式、行动的方式。那个态度都好像他根本是台南人，好像他突然之间横空蹦出来就掉在台南出现了那种感觉，好像他自己都很少提万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去质疑他是不是万里人，我觉得这是不用质疑，我看他自己都差不多快忘了。所以重点是在于赖清德现在为什么突然之间摇摆回来，就是因为他发觉能源的问题事情很严重，他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让中间选民放心的东西。可是问题是，不管是他也好，或是蔡英文也好，你们提出来的所谓的紧急处置，根本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东西，那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也没有人会这样做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个人认为，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提出新的论述的话，恐怕在核能这个问题上去打侯友宜会打得不是很顺手。那至于说台湾真正重要的就是能源问题，因为能源被民进党这样恶搞之后，说真的，现在台湾所有的高耗能产业几乎都在刷雷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之间就无电可用。因为本来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是想要自己建发电厂，很多企业也想自己用发电机。可是问题是，如果单纯发电机那个量能太低了，只能够应急一下而已。那问题要建发电厂的话，你有环保的问题，有居民的问题，一大堆种种的问题，你要建基本上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厂商唯一能够依赖的就只有政府。可是问题，政府就告诉你我们根本不缺电啊，到今天都还在讲啊，根本没有在缺电啊。然后连侯友宜质疑说，明明就是缺电，然后民进党就说那缺多少你要讲出来。你们自己的备转容量一直不断的下降，就是缺电啊？你怀疑哦？不然是什么？不然备转容量为什么一直下降？那可是问题是，民进党现在想解决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继续弄太阳能板，继续去装风力发电机。可是所有人都知道，第一个风力发电机就是完全不靠谱的一个。常常你如果常去上台电网站看，每天都会公布，经常风力发电机是挂蛋的。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在沿海建了这么多风力发电机，就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贡献。那太阳能更麻烦，为什么？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地少人稠的地方，我们的可耕地本来就很有限。就现在你一个一个全部拿去捏太阳能板，这个在中南部已经引起非常严重的问题了。未来不要说能源问题没解决，我们粮食问题先完蛋。是。那请问一下，这个你确定这是一个好方法吗？那刘德英一直强调说，2030年我们马上就要面对绿能的问题。因为欧洲这些国外这些厂商要求就是绿能。那绿能怎么解决？其实不是靠风力或是
什么水力发电啊，或是太阳能板，靠的是什么？就是核能嘛。因为欧洲自己也知道自己达不成嘛，所以他才把核能列为也是绿能嘛。所以刘德英的意思其实超级明显的嘛，就是政府要重新思考核能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不然厂商就是会没有电。那当然，民进党跟经济部就顾左右而言他，装作没这回事，反正就跟你胡说八道一大堆东西，到最后就不了了之弄过去了。可是问题是，台积电的文化，说真的啦，台积电的奇迹是在台湾创造。为什么？我们过去就讲过很多次，因为台湾特殊的社会性。那台积电那种轮班，台积电那种文化，基本上只有台湾人才能忍受。那你要美国人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讲，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啦。我觉得未来反弹会越来越多。虽然有人怀疑说他现在敢在美国直接叫他们超时工作嘛，我也认为不太可能。但是有一些反弹可能是台籍员工去留了言。我个人认为这样，那这些台籍员工大家觉得很不公平，美籍员工就可以到时间下班，那为什么不叫留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冲突只会越来越严重。我认为台积电要好好的生产，还是只有留在台湾而已。好，在台湾呢，当然大家都很在意的是能源问题，另一个是什么？是安全问题。来，我们要请教将军哈，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大家听到了，共军竟然疑似是针对美军，而且其实他讲的非常的仔细哦，因为他们听到那个广播是接近领空先广播，然后呢再接近的话发信号弹，进到领空那个当下，他就直接实弹警告射击，真的进到里头的话，直接就放油了。4个步骤是很清楚的 SOP。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很担心台海这边很常最近看到基建都有所谓的拦截短兵相接。对，因为飞机的速度是非常快哦，那个距离这个分秒之间，我们知道那个飞机，因为它都是有的时候可以超音速，所以它这个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它这个在民航的波道，它不是这个2、4、3栋这种紧急波道，它是一般的民航波道，在这边做演练。刚开始他们说警告，先做一个拦截警告，拦截警告完毕之后，如果继续抵近的话，那美机如果继续抵近，它会到时候是讲到了，就是放这个我们讲曳光弹。曳光弹不是就是那警告，这是曳光弹的警告，我们打出去会有曳光弹、实弹或者是训练弹或曳光弹出去，它是分的，它不是整个都是一起全部曳光弹，不会。他会这样子，曳光弹先出去做警告，你已经太靠近了。他顺便也做广播，表示有做电子的录影存证。我有先做警告，那你孩子在抵近的第3步骤就开始启动了，就是这个我们讲到的，就是要警告射击哦，那这是实弹哦。那警告我这是警告射击，你再继续抵近可能到领空了，那它就变成到最后面就放油。可是这放油了。听到了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是在台湾北部的防空识别区，这个位置也会让大家更紧张。对啊，有北部也有南部，它只是一个地方，它这边做演练，在这边做一个广播的演练，程序演练，前期演练完毕之后会不会造成事实，那是另外一个，有待观察。最后面是放油，你看到第4关卡，你到时候还进去的话，他那时候有没有把它断燃击落？没有，就放油了。放油有放滑油跟放燃油2种状况。那放燃油的话，那空中可能很容易就挥发掉，但是放油就是哇，好浓的这个液体已经出来了，我就把航空用油释放在你前面，很近的放油。我们知道上一次的在5月26号，美国的 RC-135被中共的歼16这个歼击机拦截嘛，然后从右边转到一个急转弯走到左边，这个时候在这前面如果是放油呢？就刚好就你都吃到气流了，你看那个 RC-135还不稳定，吃到这个歼16这个尾流了，那现在放油，这马上装造这糊掉了，会这样。如果放的是滑油，那更可能糊掉。换成这个换成一次，它一步一步，它已经开始做演练，一步一步做演练，可能这个状况将来就会发生。那他也做一个录音的这种我们讲到的证据。我这样，我这个轨迹很清楚，因为现在这个 GPS 定位有没有侵入到12海里，非常的清楚，在北部也可以，在南部也可以啊。那这个曾经都发生过这个拦截了，也曾经过在2001年有撞击事件啊，这个歼8-2型跟美国的EP3相撞过的，都曾经发生过。那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南海多，现在我们看到在台湾台海北部这边，周遭这里，然后开始在做这样演练的时候，大家就会想，所以现在的位置方面，其实，在台湾海峡这边，他们也是很在意的。对，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包含这个军舰，我们叫做这个美国的中营号的这个飞弹这个驱逐舰，还有加拿大的蒙特瑞号的飞弹护卫舰，中国那个军舰不是苏州号就过来了，拦截它前面。距离就150码，很近啊！150码，军舰的长度是170公尺，它是非常近。那有没有可能将来美国如果不减速，可能撞上去了？美国驱逐舰不得不减速，变成是说，现在是中共是强势作为，这个是他的一个势力范围，是他这个
在他这个地方做巡弋。那美国那么靠近，他当然会做这些动作。那将来讲的是空军，那将来这个海上会不会也类似的这种遭遇？已经有过了嘛？要就那么近的距离都有可能。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这方面的敌意是升高当中。从2020年开始，2020年就是因为纪念韩战爆发70年，这个时候扩大，还拍了电影叫做《长津湖战役》啊，那时候这个喧腾一时。那这样子的话，造成两方因为知道抗美援朝是中共，这时候抗美援朝志愿军进入北韩，然后打这个盟军嘛，打这个以美国为部队的多国部队嘛，是这个样子哦，扩大庆祝，变成这方面的敌意就升高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中美双方的之间的关系就变成比较紧张了。是，好，来请教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两岸之间，其实沈富雄沈大佬帮侯友宜支招，他讲说，你就提出一个3步，隔天欧美大报通通会登啊。试看看嘛，看会不会登啊？我看是不太会登了啊。就不读吗？还是要反读？这是不一样的态度，强度不一样。反读就是国民党的立场是反对台独，而不是不支持台独，这不一样的哦。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也就是怎么样才能够不要战争？可是问题是两岸的问题还是要回应啊。因为两岸的问题，你要不要9·2共识？这个是没有9·2共识的话，国民党怎么跟大陆这边来进行这个连结啊？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回避不是一个办法，而是直面对决。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是要面对啊。柯文哲也有一个困难哦。柯文哲，您看到前面的一个画面，告诉大家说，他2013年他反核，为什么？因为他要选台北市的市长。他为了选台北市的市长，所以他反核。他今天为了选中华民国总统，所以他不反核。那这个不对啊。好，因为他反核的时候，他已经50几岁了，54岁了。我想，一个54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资深的医生，然后再加上医院的一个主管，然后为了选台北市市长，他对于核能的观点了解掌握，他说我反核。可是现在他要选总统了，过了8年以后，核电厂还是在那里，然后他竟然转变说我不能反核，那这个就很奇怪了。就他还是要解释他当时为什么反核，今天为什么不反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困境，台湾的困境就是2030年有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厂商，因为都要达到碳中和，那一旦要达到碳中和，他一定要求他的代工厂全部都要达到碳中和。台湾的这些半导体厂也好，或者是很多代工厂也好，我觉得要高度关注这个事情哦。那如果我们的厂商到目前为止没有强大的决心、气魄站出来跟政府说，你要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缴那么多税，是我们每一年付了那么多的营业税，我们付了那么多的营业事业所得税，我们创造这么多的就业机会，我们给台湾带来多大的稳定。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工作，责无旁贷的事，要给我们绿能。刚刚韩冰讲得很清楚了，绿能里面包括核能哦。再强调，联合国也好，欧盟也好，欧规是最严的，绿能都包括核能在里面，不只是光电产品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企业界有责任，也有义务，而且你有权利要求政府帮你解决这个问题。